这次拆解的是北通鲲鹏70 AI 智控旗舰手柄，这是北通近期发布的最新款旗舰手柄。当你有2个或者3个鲲鹏70，你可以同时连接到手机或者电脑，而且在北通游戏厅里，你可以分别对它们进行设置。鲲鹏70它的整体重量有324克，个人感觉这个重量还是比较友好的，不算特别重，但是也不会感觉轻飘飘的。充电底座它的重量有163克，能够提供足够的稳定度，在携带外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它特别重。鲲鹏70的布局是 Xbox 的布局，在正面这个位置和背面的这个位置有功能按钮和拨杆，中间这个按钮是智控 AI 助手的按键。在游戏里面，你用 Profile 按钮切换了预设以后，可以按 AI 按钮来查看当前的预设状态。你也可以长按 AI 键来唤醒语音功能。通通正在待命，调整灯光为红色，已调节灯光颜色为红色。你好，通通。通通正在待命，调节灯光为蓝色，已调节灯光颜色为蓝色。在另外一边还有一个 FN 键，你除了可以用它唤醒鲲鹏70，还可以搭配这些组合键实现其他的操作。中间的这个连接模式切换拨杆，你可以让它一键切换到相应的连接模式。鲲鹏70的面盖是一个透明的磁吸面盖，磁吸面盖的下面有2个触点，是用来读取面盖识别芯片的。我的这个是透明面盖，所以面盖上面没有识别芯片。后续你还有其他的个性面盖可以去选择。对了，背后这个按键可以一键开启飞鼠模式。鲲鹏70的飞鼠模式精度还是不错的。A 键相当于鼠标的左键， B 键相当于鼠标的右键。鲲鹏70的顶部是一个 USB-C 口的连接器，用来连接有线模式或者给它充电。指示灯闪烁代表电量不足，你不用关机，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充电底座上面，它会自动断开连接。等你再次拿起的时候，它又会重新连接。原机搭配的是 A 口对 C 口的连接线，用 A 口充电走的是5伏 0.4 安2瓦的功率，用 C 口充电走的是5伏 0.6 安3瓦的功率，所以 A 口和 C 口都可以给它充电，但是用 C 口充电速度会更快一点。鲲鹏70的背面有6个扩展的按键，默认情况是映射到了前面的主按钮区，不过你也可以把它做另外的映射。M2 和 M4 按键是2个金属的拨杆，你可以快速的切换3个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角度可以应对不同的握姿还有手势。鲲鹏70的 A、B、X、Y 按钮是一个短行程的按钮，这4个按钮用的是光电开关，不是传统的机械开关。按键的行程很短，可以让你做到快速联机。鲲鹏70的底部左边是电源开关，右边是体感和摇杆模式的切换拨杆。它的体感模式控制的是左摇杆，但是在飞鼠模式，你可以用它的航向轴来控制鼠标的左右，用扬辅来控制鼠标的上下。十字键的触发行程也是比较短的，而且还用了专利技术，让回弹复位变得更加精准。我们测一下十字键的串键概率。
50次上下键各25次，没有串键。50次左右键各25次，也没有串键。鲲鹏70的摇杆是防磨损的，不会接触这个外框。我把它换成加长的摇杆，会看得清楚一点。看，2个摇杆都没有接触外框，还留有一点缝隙，所以摇杆用起来挺丝滑，而且没有额外的阻力。看，这个摇杆就是跟外框接触的，它依靠外框来限制摇杆的最大移动位置。摇杆的阻尼可以从30到100克无极调节，这是最小阻尼。这是最大阻尼。我把左摇杆的中心死区改为0%，右摇杆的中心死区也改为0%。我们看一下摇杆的死区范围，中心点的范围我们限定在0.5%。你可以看到左右摇杆在这个范围内都还是可以线性移动的。再看看画圆测试，左右两边的画圆错误率都只有0.1%，而且左右摇杆都支持静止不动以后自动归零。现在在这个档位，用的是专用接收器来连接。采样数是2000，回报率能超过2000赫兹，异常值只有8个。换成有线连接，采样数还是2000个，回报率大于2000赫兹。异常值只有6个。切换成蓝牙连接，采样数2000个，回报率230赫兹，异常值只有15个。返回接收器模式，我们测一下它的分辨率。1000个样本数，最小不尝试1，平均的分辨率达到了6554，还不错，精度挺高的。左右两边的这个炫彩 AI 脉冲灯，还有中间的这个指示灯，你都可以单独在这4种预设模式下，单独调整它的灯光类型，还有颜色。这是脉冲灯的单击模式。这是狙击模式，这是连发模式，这是蓄能模式，这是赛车模式，这是弓箭模式。中间这个指示灯，你依然可以调节它的颜色还有亮度，也可以把它设置成呼吸模式或者关闭。鲲鹏70的这2个扳机是北通首创的 AI 自适应双切扳机。用这个红色的拨杆，你可以轻松的把它切换成微动按钮，还有线性扳机。微动模式，它的行程很短，声音清脆，回弹有力，快速连击的时候确认感明确。扳机的前段大概有3毫米的死区。这是默认10%的死区大小，把死区改成0%，大概只有1毫米的机械死区，可见这个扳机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整个线性区可以看到是挺顺滑的，而且没有一点跳动，手指上的触感、阻尼也是均匀细腻的。在标准模式，手指没有触觉反馈，感受到的就是机械弹簧的力度。
在射击模式是连续激发的震动回馈，赛车模式能感觉到油门踏板的阻尼，动作模式能感觉到击打到物体的顿挫感。不过它还有更多细分的反馈模式，这些留给你去自己体会。这个面盖的重量有27克，上面有6颗磁铁，直接对应手柄上的6个螺丝。整个面盖的做工还是挺不错的。面盖的厚度有 1.88 毫米。大多数塑料开关的拨杆都是很容易掉下来的，但是北通给他们做了一个导轨，让他们在里面滑动，而不会轻易掉出来。看上去是一个不起眼的设计，但能看出北通的用心。这2个柱子是螺丝的固定桩，还有 FN 按键和 Profile 按键。这个是 FN 按键，这个是 Profile 按键。这个是输入模式切换的拨杆开关，它的这个接口拨杆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。这是中间的2个扩展按钮，在它们的后面是2个金属的微动按钮。为了增加按钮的手感，它的背面是一个硅胶垫。这2个是顶部的2个扩展按钮，在内部按压的是这2个微动按钮。2个把手的这个背胶是用2种硬度不同的材料2次压铸成型的。整个背盖的重量有46克，它的模具按照规范有时间戳，还有材料标识。这个是背盖的截面，材料的厚度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区域是电池的位置，厚度有2毫米，所以不用担心电池会受到损伤。这2个是手柄的震动马达，就是2个常规的直流电机。这2个是震动马达的固定基座。这个是脉冲灯的灯条，每一个灯条有9个 LED 灯。这是脉冲灯的柔光罩，这个部件做的还是挺精致的。这个和这个是扳机按钮的总成，外壳上面还有北通的商标。看这里有一个磁铁，它的线性部分用的是霍尔传感器。这个扳机是有注册专利的，现在是线性扳机状态。拨过来以后，按压的是一个微动开关，变成微动状态。这个位置是方向键，这是方向键的回中机构，这是它的按压状态。前面的这3个按钮在里面按压的是这种金属按键。前面的这个北通 logo 是一个柔光罩，是这样罩住这个 LED 灯。A、B、X、Y 这4个按钮，它的里面真的是光电开关。按压的时候，这个机械阀门会开启和关闭，来释放和阻断光线。当我阻挡光线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是释放按钮。这个是扳机的力反馈电机，它通电以后会给手指一个反向的力度。这个位置是一个电位器，这里是它的微动开关。这个盖子上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是电机力反馈的运动结构。这个磁铁它的霍尔感应元件应该在主板上面。这个芯片应该就是扳机的霍尔感应元件。
现在确定这个芯片就是它的霍尔感应元件。这个摇杆也是申请了专利的，这是它的半球帽，在里面有这样一个凸起，会压在这个凹槽里面，这样就可以限制半球帽的最大移动范围，所以才能做到让摇杆不会接触这个外框。摇杆的阻尼变化是靠抬起和放下这个外圈而实现的。宣传资料讲，这个摇杆是电容摇杆，实测磁铁确实不会影响它的精度。这个是金属备件的机械连杆，它实际上是往上按压的。0度的时候可以往上按压，45度的时候也可以往上按压，90度的时候也可以往上按压，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。它实际按压的是这两个按钮，连杆的下面有一个磁铁，这两个备件确定是全金属的，而且是铁的，做工还是挺细致的。肩部的这两个按键按压的是这两个按钮，里面有橡胶垫提供按钮的阻尼。蓝牙还有专用接收器的天线在 C 口的旁边。这个是主板的整体外观，这个是主板的背面，这个是另外一些按键的接口板，还有电源输入的接口。这个是摇杆的排线。这就是电容摇杆的内部，再往里面就是这样的结构。这个是下压的那个按钮，这个就是感应运动的电容。实际上这个电容有1、2、3个极板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处理芯片。这个就是光轴的微动机械部分。这是光轴的4个按钮，做的还是挺精致的。鲲鹏70用的是一颗1500毫安时的电池，是一颗 3.7 伏的单电芯。这是它的制造商。电池的重量有28克，面盖现在已经拆空了，它的重量有25.9克。面盖的模具上同样也有时间戳，还有材料标识。电芯的长度是48毫米，宽度是30毫米，厚度有 9.7 毫米。从面盖的截面看，它的用料厚度还是不错的，壁厚有2毫米。充电底座，它的背面有一个 Type-C 口，还有一个按钮，在下面有一个 A 口，用来连接接收器。这个是给手柄充电的连接器，有一个配重块，这块铁板的厚度有 2.4 毫米。这个底座做的还是比较厚的，厚度有3毫米。上面这个壳子壁厚有 3.4 毫米，整个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。这个是充电底座的电路板，这里是彩色的 LED 灯，这个是它的主控芯片。好了，这就是北通鲲鹏70 AI 智控旗舰手柄的全部拆解和测试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